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Cleo， 欢迎回来今天的视频。今天我们要用一张云南省的地图来学中文。你们看，在我的左边就有一张云南省的地图。今天我想教大家几个有用的中文词汇，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在云南省最喜欢的城市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那让我们赶快开始吧。我们先从两个非常重要的词开始。第一个是省，你可以看到上面写着云南省地图。那么什么是省呢？省是中国的一种行政区域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比较大的地区单位。在中国有很多省，比如浙江省、云南省、四川省、贵州省等等等等。我们可以说云南是中国的一个省。第二个词是西南。什么是西南？西，西边、西方；南，南边、南方。云南省在中国的西南部，云南省位于中国的西南部。什么叫位于？位于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说法，意思就是在某个地方。比如我们可以说上海位于中国的东部，云南位于中国的西南部。好了，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几个我在云南最喜欢的城市，然后在视频的那边你可以欣赏到一些漂亮的风景照片，这些照片都是我在旅游的时候拍的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赶快开始吧。首先是昆明，你看这一块紫色的区域就是昆明市。昆明是云南的省会城市。什么是省会呢？省会就是一个省里面非常重要的城市。昆明还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，叫做春城。为什么叫春城呢？因为昆明一年四季的天气都非常舒服，不像有的地方夏天特别的热，冬天特别的冷。昆明的天气就像春天一样，所以很多人觉得昆明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。前几天我去了东川这个地方，它在昆明的东北角，那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红土地地貌。然后这边就是昆明的市中心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滇池，是一个很大的湖。然后在市区的旁边还有安宁市、澄江市，这边还有非常有名的石林的景点，是一个喀斯特地貌的景点。第二个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大理这个城市。大理也是云南非常有名的旅游城市，很多游客都喜欢去大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理有非常美丽的洱海。虽然洱海它的名字里面有一个海字，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湖。很多人喜欢在洱海旁边散步、骑自行车，享受慢节奏的生活。除了洱海，还有苍山，你可以登上苍山，然后享受特别美丽的自然风光。大理是一个很适合旅行和放松的地方。第三个地方是香格里拉。香格里拉在云南的北部，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西藏，这边就是四川省，
所以它在云南的北部。这里的海拔比较高，所以天气非常凉快。如果你喜欢大自然，喜欢徒步旅行，香格里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这里有非常漂亮的雪山，然后也有很多大片大片的草原。香格里拉有非常壮丽的自然风景。第4个地方是丽江。丽江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古城，叫做丽江古城。古城就是历史很久的城市，里面有很多传统的建筑。然后丽江还有玉龙雪山，你可以在玉龙雪山徒步，然后享受非常漂亮的雪山风景。第5个地方是西双版纳。西双版纳在云南的南部，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老挝，这边就是越南，这边是缅甸，所以它在云南的南部。这里的天气非常热，一年四季都很温暖。西双版纳有非常多的热带雨林，你可以去雨林里面徒步，里面有很多特别的植物和动物。西双版纳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探索自然的地方，有很多丰富的自然资源。接下来这块黄色的地方就是普洱。很多人听过普洱，是因为普洱茶很有名。普洱茶在中国有很久的历史，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。在这个地方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茶园，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茶园叫做景迈山，它在大概是这个地方，在跟缅甸的交界的地方。你可以看到茶树种在山上，一层一层的，非常漂亮。很多人来这里不只是为了喝茶，也是为了了解茶文化。普洱的生活节奏比较慢，是一个很适合放松的地方。接下来我想向大家介绍这个绿色的州，这个地方叫做红河。它在云南的东南部，你可以看到这里靠近越南，这边就是河口，穿过这里就是越南的老街，所以你能够在这里看到很多很多文化的交融。红河有很多不同的民族，比如哈尼族等少数民族，他们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方式，还有节日文化。在有一些地方，你还能看到非常特别的梯田，一层一层的像台阶一样的农田，非常壮观。尤其是在阳光或者在云雾中的时候，非常漂亮。最特别的是，你还可以通过这个河口口岸，跨过一座桥，直接到达越南。我就是这么从中国到越南旅游的，我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境到越南的。好啦，那这期视频我带大家介绍了云南，给大家分享了我最喜欢的几座城市。你喜欢这期视频吗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然后也可以在 Ko-fi 上买一杯咖啡支持我。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。好了，我是 Cleo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